2019年成立于美国西雅图的独立游戏工作室，在公布《谢谢寻宝奇遇》之前，只发布过一款名为《实习生下行地牢》的休闲探险游戏。这次制作组将游戏背景从办公室转移到了海底，类型也从肉鸽变成了类魂。因此，这款海鲜之魂的游戏在主机平台上的表现到底如何？本视频由游戏圈探索全程赞助播出。游戏的故事讲述主角寄居蟹克里尔无法缴纳10个潮汐之前的欠款，贝壳不得不被高利贷鲨鱼收回。为了还清欠款，找回原来的壳，克里尔前往海底向女王讨一份工作。二人达成协议，前往西边洞穴与先遣小队会合，并在找到小饰品后可以延缓税款。游戏特色在于主人公克里尔始终拿着一只生锈的铁叉。身为小寄居蟹本身就十分脆弱，需要寄居在各种各样的壳中保护自己。将人类抛弃在海底中的垃圾变成了寄居蟹可以抵挡伤害的壳。在游戏中，壳的数量多达69种，分为 S、M、L 3种重量等级，越重的壳能承受住的伤害越高，相应的也会给克里尔行动带来影响。玩家还可以在壳上面饲养一些甲壳动物，这些甲壳动物有的简单粗暴，直接给克里尔带来数值上的加成，有的可以让敌人更容易被击倒，使战斗变得更轻松，还有一些可以直接辅助玩家战斗。甲壳动物带来的效果越强，所需要的克里尔自身能力也就越高。战斗机制方面，玩家需要在敌人攻击的瞬间进行闪避，在装备了瓶盖等壳之后，玩家还可以在敌人攻击瞬间进行格挡防御，形成弹反，壳不会受到伤害，甚至弹反敌人后迅速进行反击，类似于永劫无间中的震刀处决敌人。对于新手玩家，游戏提供了多种选项来降低挑战难度。如果仍感觉困难，玩家甚至可以给克里尔装备一把枪，所有敌人都会一击必杀。动画品质方面，小编认为游戏表现出色。游戏中充满了许多细节，比如当你暂停游戏并将控制器放在一边一段时间时，角色会拿起新枣牙开始玩耍；移动控制器时，角色会失去平衡，使道具掉落。这种细节的体现使得游戏更加生动有趣。截至目前，本作在 Steam 平台为特别好评，取得了98%的好评率。目前这应该是市面上玩法最休闲、机制最亲民的魂类游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游戏在任天堂 Switch 平台的表现并不理想。尽管游戏开发商目标是在每秒30帧下运行，保持流畅的操作体验，但在手持模式下，性能与视觉效果都明显不如其他平台。在手持模式下，游戏的分辨率非常低，纹理也十分模糊。而在电视模式下，虽然游戏似乎在使用 FSR 技术，但当试图从低分辨率的图像进行放大时，会出现明显的像素交叉。在转移到新的区域时，游戏会有一些大约2到4秒的长暂停，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总的来说，谢谢寻宝奇遇的视觉和性能在 Switch 平台上还有待提高，但不过游戏仍然具有相当高的游戏性。虽然目前尚未推出实体版本，但以当前的价格相对适中，游戏提供了丰富的灵魂体验。通关需要花费大约20到30个小时才能完成。综合评分方面，小编给出8分，而如果在未来的补丁中能够改善 Switch 平台的表现，那么它很可能成为我们今年最高评分的游戏之一。感谢所有玩家的观看，小编相信这个游戏会给你带来非常愉快的游戏体验。关注游戏圈探索，带来更多精彩。